印度想要赶超中国的军舰能实现吗？印度国内的造船业面临怎样的问题？中国的造船业为何能取得巨大成功？印度一直以来就是野心勃勃的国家，一直都在自诩自己是军事强国，但是却没有相应的实力，很多都只是空喊口号，而都不能去实现。因此，对于印度这样的无厘头行为，也都已经感到习以为常了，因为最终的结果都是被狠狠打脸。这不，近日印度又有了新的动态。据国防新闻报道，印度海军希望在5年内将军舰总数增至175艘，以此来赶超对抗中国。对于印度的言论，专家指出，印度政府不仅资金严重不足，且过度偏重国有造船厂，这就导致印度在缺乏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情况下，出现大量延宕、超支等问题。所以，由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很难使印度最重视的国防自主能力得到加强。根据印度近期公布2022财年国防预算，总额为542亿美元，其中138.4亿美元用于促进国防自主能力的提升，这较2021财年增加了20.7亿美元。对此，前印度国防部财务顾问巴里卡国防研究与研究分析所顾问考什承认，此数字不太可能满足印军的需求。据一名不愿具名的印度国防官员透露，印度海军目前拥有130艘军舰，现有造舰计划则包含40艘海军舰艇和10艘海岸防卫队舰艇，其中11艘已交付，39艘正在建造或已经订购。但在这50艘舰艇中，仅有3个订单是由印度民间造船厂取得，其他47项计划都交由国有造船厂。然而，在过去20年以来，印度民间造船厂共为印度海岸防卫队建造101艘舰艇，国有造船厂则交付62艘小型辅助舰艇，但民间造船厂却在大型造舰项目中全军覆没，所有59艘大型船舰皆由国有造船厂负责。对于印度造船业的发展，退役海军上将、曾担任海军参谋长的参谋首长委员会主席的兰巴指出，军事造舰在印度已面临10多年的衰退。退役印度海军准将、目前担任拉森图部落防卫公司副总裁的巴加瓦对印度造船业的发展也是颇为不满，并批评印度国有造船厂的竞标价格不需包含相关设备升级费用，使印度国有船厂能以低额的成本取得优势，使得印度海军造舰无人竞争、合约执行状况不佳的困境得以缓解，也可以加快印度海军的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印度虽然已准备进一步提振民间造船厂，但是巴加瓦指出，印度国有造船厂的技术也称不上一流，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造舰产业都已经开始引进3D 打印、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印度却在这一方面仍处于较落后的地位，这也使得印度的造船技术进一步拉大与这些国家的差距，处于弱势地位。从以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印度虽然有雄心想要通过大量建造军舰提升本国军舰的数量，以此达到赶超中国的目的，但是由于其国内的造船技术十分落后，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在造船能力上也严重不足，这就使得印度想要赶超中国的愿望很可能是天方夜谭，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是由于印度国内的造船业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不仅是技术较为落后，而且在人员的配备上也是很不合理，使得印度造船的速度和效率十分低下，完全没有达到国际造船的水平。这也导致印度船厂的发展较为缓慢，而且这也严重影响了印度造船业的发展。一直以来，印度的造船业一直被人诟病，并且呈现出质量差、做工慢、事故多的特点，这样使得印度的造船业几乎成为了全世界的笑柄。比如印度的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航母，从1999年开始设计，2009年宣布建造龙骨起，到去年才正式下水海试，但是由于其问题百出，使其仍在不断测试与调试中。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维克兰特号航母凸显了万国造的特点。尽管印度号称本土有超过50家企业参与了维克兰特号航母的建造工作，但是它的大部分部件还是从国外买进，这也突出了印度国内造船技术严重不足，且完全没有自己的特点。对比看中国的003航母，却是集结了中国国内超过522家国企参与设计与建造，可以完全说是纯国产建造航母。因此，相较于印度，中国的造船业却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而且如今在世界上也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且中国军舰的建造也一直呈现出下饺子的态势，也是完全领先于世界。这也是由于中国愿意在军舰建设方面下功夫，并且还投入了足够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这才使得中国的军舰得以大批量建造，完全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并且在造船技术上也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也已经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并且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这也使得中国造船业技术得到提高完善，而且对新工艺、新技术的吸收能力不断提高，造船能力和效率不断增加，这也大大保证了中国在船舶工业的终端产业链，从而逐步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公开资料，中国江南造船厂预计于2021年11月至2024年间交付超过40艘商船，而向中国订购商船的公司则主要有来自巴西、法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新加坡、日本、瑞典、荷兰以及台湾等。这就大大的促进了中国造船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加快促进中国造船业的蓬勃发展。此外，中国造船业的发展是层次分明的，并且是按部就班、井而有序的，也充分地考虑了本国的国情和发展的需要，进行循序渐进的研制，而且是有明确的计划与目标的。这也是由于中国会根据海军的实际需要来进行军舰的建造，完全井而有序，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而建造使用不同的军舰，并不是只注重一款军舰的数量，只在一款军舰上下功夫。相反的是多点开花，促进不同公用军舰的研发，更好满足本国海军的发展。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国造船业不仅在技术上领先全球，而且建设思路上也是处于领先地位。因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在有如此强大造船技术的支持，这也使得中国在军舰的建设上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加快促进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发展。因此，对于中国在军舰建设上取得的成就，不是印度说想要超过就能够超过的，这需要很长时间的计划与铺垫，并需要有过硬的建造实力，而且也需要有强大的造船技术和充足的资金支持，并以此来建立完善的造船体系，以此来加快造船业的发展。印度不能只是一味空喊口号而没有脚踏实地，认清自己国内的真实水平和自己的真实实力，不然这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自讨苦吃且被狠狠打脸，这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印度应该以中国为榜样，调整自己国内的造船业格局，扶持本国民间造船业的发展，完善各样的造船机制，以此来提升本国的造船业水平，这样才能使得印度的造船真实得到进步与发展。